大家好，每年的3月3日是世界听力日。33就像2个耳朵，提醒我们要注意听力的健康，要及早预防听力的损失。及早预防听力损失对我们中老年特别重要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听力会更容易受到有害因素的影响，这是因为年长者的身体对有害因素的抵抗力和恢复力下降了。年龄增长和有害因素双重影响，会导致我们的内耳毛细胞渐渐损失，而这些损失是无法再生的，这样我们对声音的感知能力就会下降，甚至会失去听力。预防听力损失，要注意采取保护措施和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。总结起来有以下6个方面。第一，避免强烈噪音的伤害，最好能远离噪音源，例如扬声器、正在工作的机器，避免长时间的接触嘈杂的环境，例如建筑工地或工业环境。在嘈杂的环境中呢，最好能佩戴耳塞或者是降噪耳罩。使用耳机收听的时候呢，要注意60-60的原则，就是每次收听的音量不要超过总音量的60%，而且呢，每次收听的时间呢不要超过60分钟，而且尽量避免在嘈杂的环境使用耳机收听。一般来说，噪音在85分贝下是相对安全的，但是这也与暴露的时间长短和声源的距离有密切的关系。当我们使用耳机收听的时候，由于声源就在耳内，声音直接作用于我们的鼓膜，音量对耳朵的影响比外界的噪音更大。即使音量看似安全，但是也可能对听力造成潜在的危害。第二，要保持良好的耳部卫生。耳道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不需要特殊的清理的，不建议用棉棒深入耳道进行清理，这样可能会将耳垢推入深处，甚至呢损伤深部的耳膜。如果耳垢堆积是一个问题的话，请咨询专业人士以保证安全的清除。游泳的时候呢，可以佩戴耳塞，以防止可能影响听力的感染。游泳或洗澡后要彻底擦干耳朵，以免水分的滞留。使用干净柔软的毛巾轻轻地擦干耳部，将头分别向两侧倾斜，以便多余的水自然排出。必要的时候呢，利用重力将头向肩膀方向倾斜，轻轻地拉动耳垂，以拉直耳道，这样可以帮助水的排出。还可以轻轻的晃动或跳跃，您可以以单脚跳跃，同时呢保证头向相同的方向倾斜，这样也可以帮助水分的排出。第三，要管理好身体的健康状况，控制血糖水平。糖尿病会增加听力损失的危险，还要监测心血管的健康。耳朵血流不畅也会损害听力。避免耳朵性的药物和化学用品。耳朵性的药物通常有某些抗菌素、利尿药或者是非激素类的抗炎药。那么化学物品呢，例如含有苯、甲苯或2甲苯的涂料或清洁剂等等。第四，定期进行听力测试，做基线检查，让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测试您的听力，尤其如果您是在嘈杂的环境中工作时更要注意。我们也要学会观察自己的听力，方法很简单，就是在离耳朵大约10公分的地方搓擦自己的手指，看是否能够听到呲呲的搓擦声。如果听不到，或者听的距离前后有变化，你需要找专业人员
测试一下您的听力。第五，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定期锻炼。定期锻炼可以改善血液循环，有助于耳朵的健康。还要注意均衡饮食，确保摄取足够的抗氧化食物，例如各类蔬菜、水果、坚果、牛油果等等。还要注意保持水分，适当的水分的补充有助于维持内耳液体的平衡。还要注意戒烟戒酒，因为烟酒会影响内耳的血液循环。第六，对耳朵出现的症状要及早干预和治疗，比如说红肿、热痛这些耳朵感染的症状，如不及时治疗，会造成严重的并发症，从而导致听力的损害。如果出现耳鸣，也要及时找原因，积极的治疗。持续的耳鸣可能是听力受损的早期症状。总的来说，采取以上所有措施可以明显降低听力损失的风险，保持您听力的健康。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。